我们要开始了，走。哇，320，哇，哎呀，323，哦，323，我应该今天不行了。332平均值要爆了，他们领先我200米，到了已经，2万多，拼到最后。334，哇，离个楼了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7月10号星期五，我又来大阪城了，5点36，可以，今天早。今天石川先生又来了。今天我们的课表，5个2公里，间隔80秒，计划配速3分25到3分30。热起来了，这个叫什么？梅雨天算是过去了。然后就是大太阳，把水放下去个卫生间。热身到这儿，哎，你看手表响了，3公里，看这汗。今天穿了一双好朋友自己做的袜子，在澳大利亚刚刚开始的一个小品牌，但是现在买不到啊，只能在澳大利亚买到，哎，还挺好看的。今天穿了北京马拉松的这双 Pro 4。这双鞋就穿过2、3次。石川先生最高那位啊，香根一传88回6区区间赏啊。他跟你们跑吗？跟我们跑，所以才让你跟你追一追嘛。你在他后边看，你就看到专业队。我们俩这边，来我们俩这边，哎。他可能就轻松跑吧。对，来吧，准备吧。下面是完整的5组2公里训练后的分享，请快进40分钟。我们要开始了，走。到。
哇，320，哇，哎呀，哇，我感觉今天又收不住，但是我今天比那天的就是运动状态还得差10%，我没休息过来。前天那20个400彻底爆了，完整跑下20个的我们就4个人，倒数第2个我还掉了4秒。所以其实我也没算完全完成，只是说平均完成了。组间80秒了。你妈以后没，哎，你妈看完以后没。哦。还到。看到。到。哎。
323，啊啊！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天后藤先生送的羊羹，含盐的。怎么吃？太快了！到。
323，我应该今天不行了。如果这是第4个，我会第5个顶一顶。要换相机了。换相机，减掉53秒。走。我今天不行了，随时停。加油！
来到。海亮，哎，哎，哎。加油！
32平均这样棒了，哇，最要比又还过，你就哇1秒。ラスト3分15。いない。他们领先我20多秒，要跟他们启动吧。3、2、1、走。最后一个。你走吧，我不追了。到。哎呀！哎，来到。
来到。干不干？他们领先我200米，到了已经。晚多了，拼到最后。3分34，哇！はい、すまん、1時間朝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早すけど。ありがとう、藤岡さん。ナイス。怎么样？跑了几个？3个。何ペースラストどうぞさラスト3分5秒。おお3065。前の2人は3秒ぐらいだと。哇，ありがとう，豆豆さん。终于有空把这个羊羹吃了，这直接挤就出来了，应该是这样了。哎，对，吃完了，整一口。你每一个跟了1公里吗？1公里多一点，累啊。对，就是那个太长了。3分，你跟的时候可能3分20多，3分22，嗯。好快，他们后面越来越快。对。就一直就跟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。最后一个他们3分05。对啊，这怎么跑？最后差了我200几米，1分钟。对，很稳的速度推进哈。哎，他们速度能力很强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原来又见面了。不行了，我你们见哈，拜拜。已经到量了。嗯，平均330以内。
后2个没进，最后一个334，倒数第2个我不记得了。你真的是好强，他们速度能力真的太强了哈。啊，对呀、全程没有掉，很稳哈，还进。但是其实最后完全一点没掉，跟着跑完的只有3个人。对，然后3个人，对，3个人。那些人最后一组全力跑的话，那应该是不行的。全力跑的话，可能能跑进3分，我觉得，因为领头的那位，就那3位先生，基本上1公里可以跑到2分40多一点点。哇，那得。那次我们跑5个1公里，最后一个1公里，第1名跑2分43。哇，这些最后1公里还有是？对，间隔多少？1分钟。跑了呀？可能没有。哎呦，我去！多少才歇50秒，那个太短了。周三啊，周三对。对。哇，这个歇的时间太短了吧？跑一跑，走。间歇一般都跟跑的时间差不多。没有，400米的话不行，400米最多1分钟。真的。就是如果400米你休息1分钟不能跑12个或者10个的话，真的，就说明你还不需要练这个。真的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就什么时候你休息1分钟，能够不太掉速的跑完10组，那差不多你就需要练这课了。就像今天我最后2组都掉了，就说明这个强度现在我练不了。是不是间歇太短了？速度太快了。你们歇多久？今天80秒。哇，80秒，这个好短啊！我最后一组就歇了50秒，他们比我快。那2公里歇80秒我看这很少，我们也很少这种。你回去跟大胡子聊聊，你跟他推广。你说你这么跑，你就230了。对啊，他每次说，你看到你跑，觉得自己完全不可能跑了。对啊，他速度没那么快。但这样他都马拉松都，对，他比我快了吧？他238几，238多少？那他应该比我快。40几吧，没你快。我是40，那他没有。快一点点。快一点点。你快一点点。对吧？他要是他的能力这么练，就230了。我估计我这么练，奔着236去。235应该能勉强。你这样。不行，235就不行了，但是不够快。马拉松跑不了这么快配速。我不这么认为。真的？你是我频道会员吗？是。那你看明天礼拜天的节目，我昨天刚录完。对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要是抬腿1公里能跑240的话，我马拉松现在就230了。有道理，这么讲。1公里的速度能力很少。对，1公里的和5公里的都很重要。今天这个课很难了，一共跑的距离有10公里的，5个2公里啊。有很多这些距离长多了。我的目标就是不放弃就好了。你很强劲的，我们跑不了。上次我们跑这个也是这个速度，我大概跟到最后一组的800米，差不多到这儿我掉的。今天是倒数第2组的，到这儿我掉的。今天你也跑完了是吧？对，但是掉了很多距离。掉的效果会差一点是吧？其实我认为，如果掉了你还稳住没停，其实效果可能更好，就是你更冲击了你的边界。如果都特自主跑下来，有可能你没有冲击到你的最后那5%。间歇跑，对，间歇跑，我认为就是冲击那5%。但是掉了，你不能说我就停下了，那样的话效果就没有了。而是我最后试着加了100-200米又掉，再加，就这样。最后一个2公里3分34，中间我就休息了50秒，挺好的。先上30。他们就慢跑了。我准备回家了。你今天就回去了是吧？对，今天台风嘛，明天台风，今天像中午回去12点，回到酒店洗漱要赶紧去看。我们结束了，慢慢跑回去。一步都跑不动了。下周还是这个课。上次我怎么跟下来的我都不知道。那脚磨破的那个，今天还没长好呢，就是上周的今天，1周了。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，我觉得现在这个强度我还很勉强，就得是把训练当比赛那么练，那么准备才行。但是现在因为每周合练的次数多，还是希望细水长流，每次都能跟一跟。前天那个
20个400，就是想挑战一下，所以才这么就是消耗才这么大。刚刚结束，我和那杭州来的朋友一起往回走往回跑说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，包括预告这周日的会员节目，可能也是和强度训练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短板和瓶颈有很大的关系。今天这种课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觉得我实现了目标。就如果最后一组我冲出去拍了一会儿，我停下来了，我觉得今天我就输了。我没停下来，反而也能3分34跑下来，这就是这堂课最大的收获。第4个我掉了200多米的时候，我其实觉得今天就结束了，但是有时候我就会想，手表上还剩的组数，还有就是你要判断这堂课你到底是不行，还是本身就是你今天不行，还是你本身就不行。因为之前跑过这个课，我觉得我还行，所以我就判断今天就是累了，那也许我能顶一顶。而且因为它是一个2公里，不是400米，就没有那么的就那种极限，所以这个顶一顶除了累和难受没有什么风险，反而是像我现在准备的10月4号的札幌半马对这个非常有帮助。我后边2、3组跑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像到一般半马如果终点在田径场，到这儿就是最后的200米，最后一个弯道就冲刺了。我在想半马那么累，最后那个弯道，因为前面是你想要那个终点和成绩，你也能定住，也能加速，那我这个也可以。我就这么想，我没想到最后一个我能跑3分34，我觉得可能得3分40多了，因为他是按排头第1名的时间休息，他就休息80秒，我其实应该就休息了不到1分钟，具体多少我没看。然后就又是一个2公里，等于是最后的2公里几乎算是一口气跑的。这都是在以前你让我准备好了跑一个4公里都跑不到的速度。你回忆以前就是2024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乳酸阈值才3分36。2023年底2024年初那个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我跑5公里，如果跑在3分36以内，跑3分34、33，甚至3分30，我就很极限了。但是后来慢慢就突破了，突破都是这么顶出来的。你看我这2年的训练和以前的训练的区别就在这儿，其他的细节在周日上线的会员节目里和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能有兴趣的看一看。小伙伴们，早上起来都给我跑懵了，我到剪辑的时候才反应过来，我没录结尾，没收尾。今天真的是一堂难忘的训练课，我觉得2公里长度的这种间歇跑对我现在特别有帮助。就像我节目中说的，我的半马我要准备。我相信这么练下去，如果顺利不出意外，我有机会。好吧，那就这么着，谢谢大家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下回再见。